今天我们来聊聊许多糖尿病患者关心的话题：辣椒究竟是不是糖尿病的发物？传言吃辣会刺激胰岛，使血糖失控，真有这么可怕吗？如果我们想保护体内那宝贵的胰岛细胞，有哪些食物得尽量少碰？又有哪些蔬菜是稳定血糖的功臣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，带大家一次看个明白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糖尿病是怎么回事。糖尿病这名字大家都听过，它其实就像一个隐形的杀手，正悄悄影响着全球数亿人的健康。它的本质是胰岛功能受损，导致血糖代谢失常。胰岛位于胰脏内，就像人体内的制糖厂工人，负责分泌胰岛素来把血液中的葡萄糖送进细胞，提供能量。如果胰岛工人累坏了，罢工了，血液中的葡萄糖就会囤积，血糖值一路飙高，引发各种问题。血糖失控的信号是很明显的。如果一个人总是特别容易饿，吃很多却还是瘦，甚至一天吃5-6顿也觉得不满足，那就要当心。因为胰岛功能受损时，细胞无法有效利用葡萄糖，吃进去的糖进不了细胞，身体仿佛挨饿，大脑就不断发出饿了快吃的信号。同时，为了提供能量，身体只好大量分解脂肪和蛋白质，结果人越吃越瘦，甚至出现明显消瘦。还有的人会口干舌燥，天天喝水还是渴，喝再多水也解不了渴，而且上厕所特别频繁，尤其夜尿多，严重影响睡眠。这是因为血糖高时，血液变得像糖浆一样粘稠，身体为了把多余的糖分排出去，只好让肾脏拼命制造尿液，糖带走了，大量水分也跟着流失，所以人口渴难耐，又尿个不停。更可怕的是，伤口愈合变慢，感染风险增加，也是高血糖的信号之一。正常人皮肤擦破点皮，几天就长好了，但糖尿病患者一个小伤口却拖很久不好，甚至轻易感染发炎。这是因为血糖太高会损害血管循环，组织修复的速度变慢，同时高糖环境还削弱免疫功能，细菌特别容易乘虚而入。所以糖尿病人常感叹小伤口都好不了，皮肤整天又干又痒，这些都是糖尿病给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。如果血糖长期控制不好，身体各个系统就像被温水煮青蛙一样，一点点遭到侵蚀，最后酿成可怕的并发症。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包括糖尿病足、糖尿病肾病、视网膜病变、心血管疾病等等。所谓糖尿病足，是因为高血糖让足部血管和神经都出了问题，一旦脚上有个小伤口，可能迅速恶化溃烂，最严重甚至需要截肢保命。糖尿病肾病则是因为长期高血糖损伤了肾脏的过滤功能，大量蛋白质漏出尿液，最终可能发展成肾衰竭，需要洗肾。眼睛方面，高血糖会破坏视网膜的微血管，导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，出现视力模糊，甚至失明。而血糖高还加速动脉硬化，心脏病、中风的风险也大大增加。所以说，糖尿病绝不是小事。如果任由血糖居高不下，身体就像陷入慢性自我毁灭模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好在糖尿病虽可怕，我们手上也有强大的武器可以对抗，它们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其中饮食控制是最关键的一环。许多糖友都知道甜食是大忌，可是往往忽略了其他饮食陷阱，这就引出我们今天的重头戏——辣椒。不少人觉得甜的不能吃，那辣的总没事吧？饭菜里没滋味，放点辣椒调调味，应该无伤大雅。更有传言说，辣椒是糖尿病的发物，意思是吃辣会引发或加重病情。真相究竟如何呢？现在就让我们揭开辣椒与糖尿病之间的秘密。首先，我们来正面回答，辣椒是不是糖尿病的发物？所谓发物是中医里的说法，指某些食物会发痒、发炎，导致旧病复发或新病加重。很多糖尿病人听到这词就害怕，觉得凡是刺激的、热性的食物都属于发物，吃了准没好事。然而，科学研究和临床经验告诉我们，辣椒其实并没有被证明会直接加重糖尿病。相反，适量吃辣对糖友可能还有不少好处。听到这里，您或许有点惊讶，辣椒这么辣，居然对糖尿病还有好处。没错，我们先来看看辣椒里面的神奇物质辣椒素。辣椒素
是辣椒那股火辣辣滋味的来源，但同时它也是一位健康小卫士。研究发现，辣椒素进入人体后能刺激肠胃消化液的分泌，加速胃肠蠕动，就像给肠胃做了一次按摩。很多人吃点辣会觉得胃口大开，消化也好了。对于某些消化功能不佳、食欲不振的糖尿病患者来说，适当吃点辣或许能提升食欲，帮助摄取足够营养。更厉害的是，辣椒素还促进脂肪分解，帮助燃烧脂肪。我们吃辣时满头大汗，热气腾腾，那其实是身体在加速代谢，燃烧热量。科学家发现，辣椒素能提高胰岛素的活性，让胰岛素这把开门钥匙更有效地把血糖送进细胞，还能减轻脂肪细胞的堆积。换句话说，吃辣椒有助于控制体重，而体重管理对糖尿病控制至关重要。很多第二型糖尿病患者一旦减重成功，血糖就会大大改善。所以辣椒通过帮助减肥，等于间接稳定了血糖，可谓一举两得。除了减肥，辣椒对血脂和血糖本身也有一定益处。有研究发现，经常吃辣的人罹患糖尿病的风险相对较低。这背后的功臣依然是辣椒素。辣椒素不仅可以刺激胰岛素分泌，在餐后帮助血糖更平稳，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空腹血糖。还有研究追踪了数十万人，结果显示，爱吃新鲜辣椒的人，糖尿病相关的死亡率更低。科学家推测，这可能和辣椒中丰富的抗氧化物质有关。例如，青椒维生素 C 含量特别高。维生素 C 是很强的抗氧化剂，可以保护血管，预防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。辣椒中还有各种植物化合物，对预防动脉粥样硬化、降低胆固醇都有帮助。听起来，辣椒简直像个宝藏食物，越辣越健康似的。但是各位千万别误会，辣椒再好也不是降糖药。辣椒充其量是一种调味食材，它带来的注意是有限的，绝对不能因为听说吃辣好就猛吃辣椒，甚至妄想用吃辣来代替药物治疗。糖尿病患者该吃的药一颗也不能少，该监测的血糖一次也不能省，这点务必要清楚。另外，我们也要看到辣椒可能带来的问题。刚刚说到辣椒开胃，有时候开胃过头了，反而促进食量大增，这对糖友可不一定是件好事。曾经就有一则新闻，一家人特别爱吃辣，每餐炒面都加满满的辣椒酱，一个人能磕下3大碗面条，结果一家上下老小几乎全成了糖尿病患者。医生一调查发现，罪魁祸首不是辣椒酱本身，而是辣椒让面太好吃了，大家不知不觉吃进超量的精致淀粉和糖分，3碗白面条下肚，试问血糖能不飙上天吗？所以过量的辣可能掩盖了饱足讯号，让人一不小心吃太多主食，反倒害血糖失控。这就提醒糖友们，吃辣椒要适可而止，别一边吃辣一边拿饭面猛垫肚子，那就适得其反了。除此之外，辣椒属于辛辣刺激性食物，吃太多对某些人确实不友好，特别是肠胃不好的糖友，如果有胃炎、胃溃疡、肠燥症等问题，过量辣椒会刺激消化道，可能引发胃痛、腹泻，影响营养吸收，也间接不利于血糖控制。辣椒还有扩张血管的作用，吃完身体发热、脸冒汗，很舒畅。但对于某些已有糖尿病并发高血压的人而言，一时的血管扩张可能让血压波动，需多留意。所以辣椒不是糖尿病的发物，但过犹不及依然是我们对待辣味的态度。简单说，适量吃辣对大多数糖友无妨，甚至有益，但暴饮暴食重辣就不好了。了解了辣椒的真相后，我们再来看看真正需要忌口的东西。如果想要保护胰岛、稳定血糖，以下4样东西才是糖尿病患者应该尽量少碰的头号大敌。第一大天敌，各种含糖食品。这一条很多人都懂，糖尿病患者对糖要特别小心，不仅是白砂糖、红糖这些调味用的糖，那些满足口腹之欲的甜食，比如蛋糕、饼干、糖果、巧克力、冰淇淋，还有含糖饮料、手摇杯、奶茶，都是血糖的猛烈推手。一杯甜饮料下肚，里面几十公克的糖分，几分钟内就吸收入血，仿佛在血管里丢下一颗糖炸弹，让血糖值骤然飙升，逼得胰岛素拼命分泌。不仅如此，一些高糖分的水果对糖友来说也要适可而止。
水果虽然营养丰富，但像荔枝、龙眼、榴莲、葡萄这类含糖量特别高的水果，吃几颗可能问题不大。可要是贪嘴吃一大串，果糖一样会让血糖直线上升。如果真的嘴馋想吃水果，建议选择含糖量低、膳食纤维高的水果，例如苹果、莓果类、番石榴等，每次吃一小份就好，不要把水果当饭吃。第二大天敌，精致淀粉和精致碳水化合物，这其实和第一点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只不过很多人容易忽视它的存在。亚洲人的餐桌上，白米饭、白面条、白面包是最常见不过的主食，但它们的升糖速度一点也不比吃糖慢。精白米、精白面粉在制作过程中去除了大部分的纤维和营养，只剩下容易消化的淀粉，进入体内后会很快转化成葡萄糖。同样的一碗饭，如果换成五谷饭、糙米饭，血糖上升会慢得多，但要是吃的是白米饭，身体分解得飞快，血糖像坐滑梯一样直冲顶峰，更别说像年糕、糯米、马铃薯、泥、精致面包、蛋糕这些精致淀粉，升糖指数都极高。对我们的胰岛来说，一次性消化大量精致碳水就像被迫超负荷工作，血糖冲得越高，胰岛素就得拼命狂飙，把糖搬进细胞，时间久了，胰岛细胞早晚要累垮。因此，要护好我们的胰岛，主食部分一定要尽量粗细搭配，控制总量。白饭白面能少一点就少一点，可以用燕麦、地瓜、糙米、全麦面包等取代部分精白淀粉，这样血糖上升会平缓很多，胰岛也会轻松一些。第三大天敌，油炸食品和高脂肪饮食，酥脆的炸鸡、香甜的油条、金黄的薯条，这些油滋滋的美食对糖友来说却非常危险。首先，油炸食物含有大量脂肪，热量惊人，长期吃很容易发胖，而肥胖本身就是引发第二型糖尿病和胰岛功能衰退的主因之一。此外，许多油炸食品里还藏着反式脂肪，例如使用反式脂肪酸氢化油炸的加工点心，这种不健康脂肪会诱发胰岛素抵抗，也就是让身体细胞对胰岛素变得不理不睬。胰岛素明明在血液中很多，却开不了门让血糖进细胞，结果血糖继续高起，胰岛细胞还得再加班生产更多胰岛素，如此恶性循环，糖尿病就会越来越难控制。除了反式脂肪，油炸食物通常盐分也高，营养素被破坏，再加上可能含有致癌的氧化物质，实在得不偿失。如果经常在外吃快餐，也得小心隐藏的高油高脂陷阱，像炸猪排、盖饭、浓白汤拉面、厚培根披萨这类菜，一餐就集齐大量油脂和精致碳水，对血糖的打击可谓双倍。所以，为了我们的胰岛着想，还是少吃油炸和肥腻食物为妙。第四大天敌，高盐饮食和加工食品。也许有人会问，糖尿病管的是血糖，盐巴不是糖，为什么也要少碰？原因在于，糖尿病常常不是孤军奋战，很多糖友同时有高血压、血脂异常等问题。如果饮食中盐分太高，会让血压升高，肾脏负担加重，进一步增加心血管并发症的风险。而且高盐饮食往往伴随在加工食品中，比如腌制食品、泡菜、咸鱼、腊肉、香肠等等。这些加工食物不仅钠含量惊人，许多还添加了糖和饱和脂肪一起调味，可以说对糖尿病患者极不友好。举个例子，有些人觉得米饭淡，就爱配酱菜下饭，但一小碟咸菜里可能蕴含超过1天的盐量，还可能加了糖调味，等于摄入隐形糖分。再比如午餐肉、香肠这类加工肉，不仅咸还肥，吃多了对血压、血脂、血糖都没有好处。因此，糖尿病朋友最好清淡饮食，新鲜食材为主，少吃这些高盐加工物。如果实在嘴馋想吃点酱菜，也尽量先用水洗一洗，淡化盐分，或是选择低钠配方的产品，才能减少对身体的伤害。上面这4大类食物可以说是暗中伤害胰岛的帮凶，糖友们对他们务必要提高警觉，能避则避。当然，我们强调忌口，并不意味着糖尿病患者从此就要过清汤寡水的生活。实际上，可选择的美味还是很多的，只要选对食材，搭配均衡，糖友也能吃得饱、吃得巧，甚至吃得非常丰富多彩。同样是饮食控制，
我们不仅要知道雷区在哪里，也要懂得哪些是血糖的好朋友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介绍3种有助于稳定血糖的蔬菜，把它们请上餐桌，或许能让血糖乖乖听话，想升高都难。首先登场的是蔬菜控糖明星之一苦瓜。苦瓜可是大名鼎鼎，被民间誉为植物胰岛素。顾名思义，苦瓜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。它之所以苦，是因为含有一种特殊的苦瓜苷，也叫苦瓜素的成分。正是这苦涩的物质在发挥降糖效果。科学实验发现，苦瓜苷能刺激胰脏的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，胰岛素多了，血糖就更容易被运送到细胞，血液里的糖浓度自然下降。此外，苦瓜中的某些成分还能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，并减少肝脏制造葡萄糖的速度，可谓从多个方面来降低血糖。苦瓜本身还属于低热量、低糖、高纤维的食物，一根大苦瓜可能不到20-30卡路里，含糖量极低。糖尿病人吃苦瓜完全不用担心热量和糖分负担，相反，它富含的膳食纤维能延缓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，防止饭后血糖飙升。可以说，苦瓜既阻止了外来的糖分快速吸收，又帮助身体处理内部多余的糖，难怪被视为降糖的一把好手。当然，我们也要提醒，苦瓜再厉害也不是万能。有些1型糖尿病患者因自身几乎不产生胰岛素，单纯吃苦瓜效果有限。还有一些脾胃虚寒的朋友，吃太多苦瓜反而伤身。中医认为苦瓜性寒，如果体质虚寒或正在拉肚子，就不宜多吃。所以吃苦瓜降糖因人而异，但大多数2型糖尿病患者适当吃些苦瓜还是很有益处的。不妨可以将苦瓜炒蛋、凉拌苦瓜、苦瓜煲汤等加入每周菜单中。尽管它有一点苦味，但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，想到它对血糖的好处，也就甘之如饴啦。第2种降糖蔬菜，我们要推荐的是绿叶菜的代表菠菜。其实不止菠菜，各种深色绿叶蔬菜对糖尿病人都是宝。为什么呢？一方面，绿叶菜大多含糖量极低，膳食纤维极高。我们吃一大碗青菜，摄入的可利用碳水化合物可能还不到几克，对血糖的直接影响很小。相反，里面的纤维质会在肠胃中形成纤维网，减缓碳水的消化吸收，避免餐后血糖猛冲。同时，纤维带来很强的饱足感，让你不容易饿，这样有助于控制体重和控制饮食总量。另一方面，绿叶蔬菜富含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。以菠菜为例，它含有丰富的镁、钾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K 和叶酸等等，其中的镁元素特别值得一提。镁对葡萄糖代谢非常重要，足够的镁有助于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。有研究发现，饮食中镁摄取不足的人更容易罹患第2型糖尿病，所以多吃菠菜这类富含镁的蔬菜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善胰岛素抵抗。菠菜还含有抗氧化的植化素，能减轻高血糖对血管的伤害。不少糖友常年血糖偏高，容易有慢性炎症和氧化压力，而深绿色蔬菜中的营养可以帮助减轻这些隐患。更妙的是，菠菜热量低，一大盘也不怕，对控制体重很有利。如果觉得菠菜的吃法单调，不妨试试其他深色叶菜，比如西兰花、甘蓝，例如羽衣甘蓝、小松菜等，轮流变化花样。总之，一餐饭里有一半盘子装的是各色蔬菜，那血糖通常就不会太调皮。最后登场的控糖好蔬菜是近年来的网红秋葵。没错，就是那种长相绿绿的，剖开里面有黏黏丝状物质的秋葵。秋葵因为切开后滑滑黏黏，被不少人戏称为植物界的山药，更有人说它是植物胰岛素。虽然这称号有点夸张，但也反映出秋葵在控糖方面的名气。秋葵黏黏的部分其实是果胶和粘液多糖，属于可溶性膳食纤维，这可是稳定血糖的一把好手。可溶性纤维在肠道中会形成凝胶状物质，牢牢抓住葡萄糖，不让它们太快被吸收，同时也干扰部分碳水化合物的消化。结果就是你吃同样一碗饭，如果配着秋葵一起吃，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可能就比没有秋葵时更慢、更平稳。秋葵本身也是低 GI 低热量的蔬菜，而且富含维生素 C、维生素 B 族、叶酸和钾等营养，
对糖尿病常见的心血管风险因素也有帮助。有营养师指出，秋葵不仅稳血糖，还有护胃的作用，对胃炎、胃溃疡患者友好。这对那些同时有肠胃问题的糖友来说是一大优点。不过在这里也要提醒，不少人听信偏方，认为喝秋葵水能降血糖，把秋葵切片泡水当偏方，满天飞。事实上，光喝秋葵泡的水，降糖效果微乎其微，因为真正有用的纤维都还留在秋葵本体里，没吃下肚怎会有效？反而有些人每天喝大量秋葵水，结果水没治好糖，肾脏先出问题。因为秋葵富含草酸，长期大量生吃、喝泡水，可能增加肾结石风险。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把秋葵当菜吃，而不是当药水喝。适量吃秋葵，如凉拌秋葵、清炒秋葵等，才能真正摄取到其中的纤维和营养。总之，秋葵是一种很不错的辅助稳糖食材，但切勿夸大它的疗效，更不能因此就松懈了对血糖的监控。介绍完这3大蔬菜明星，我们不妨再强调一下，再厉害的食物也只是饮食调理的一部分，不能取代药物和良好习惯。糖尿病的管理是一场长期战役，要取得胜利，光靠几样单品食材是不够的，我们还需要整体战略配合。最后，请大家牢记护胰岛的黄金法则。黄金法则1：均衡饮食，控糖不挨饿。每天的餐盘中应该包含高纤维的蔬菜，适量优质蛋白质，如鱼肉、鸡胸肉、豆腐等，适量的全谷杂粮和少量健康油脂。吃饭时先吃蔬菜再吃主食，能减缓血糖上升，千万避免暴饮暴食，宁可少量多餐，也不要一餐吃过量。每餐感觉到8分饱左右刚刚好，饭后血糖也比较容易平稳。黄金法则2：规律运动，提高胰岛素效率。别忘了，运动是天然的降糖药，适度的有氧运动可以帮助肌肉细胞更加有效利用葡萄糖，降低血糖，同时还能提高胰岛素敏感性，减轻胰岛负担。每天至少活动30分钟，快走、骑脚踏车、游泳、太极拳等舒缓运动都不错。经常运动的人，血糖通常更容易控制，身体整体机能也更好。黄金法则3：定期监测，及时应对变化。养成在家监测血糖的习惯，特别是饭前饭后、睡前等关键时段要注意测量，了解自己的血糖波动规律，才能及时发现异常并调整。如果发现血糖持续偏高或偏低，一定要咨询医生，调整饮食和用药方案，千万不要自己拖着不管。黄金法则4：良好作息，减轻压力。现代人工作生活压力大，但压力和熬夜会干扰激素平衡，让血糖更加波动。要尽量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作息时间，学会给自己减压，例如通过听音乐、冥想、深呼吸或培养兴趣爱好来放松心情。心情平稳了，血糖往往也跟着听话很多。黄金法则5：远离烟酒，爱护血管。抽烟和酗酒对健康的危害更是不在话下。香烟中的有害物质会损伤血管内皮，促进动脉硬化，让糖尿病并发症更早找上门。而过量饮酒则可能直接伤害胰脏，引发胰脏炎，让胰岛功能雪上加霜。为了您的胰岛和整体健康着想，最好能戒烟限酒，给身体一个更安全的环境。总而言之，糖尿病的控制与预防，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。辣椒并非洪水猛兽，适量吃辣甚至有助稳定血糖，但也切忌贪辣过度。真正应当少碰的是那些会让血糖失控的高糖、高油、高盐食物。相反，如果我们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，餐桌上经常出现苦瓜、菠菜、秋葵等降糖3剑客，再配合理的运动和作息，其实血糖并没有那么可怕。我们完全可以和糖尿病和平相处，甚至让血糖想升高都比登天还难。记住，照顾好自己的胰岛，就是在捍卫自己的健康。希望每一位糖友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主人，让血糖乖乖听话，远离并发症的侵袭，拥有轻松自在的美好生活。